很多人很高兴要加薪了，很抱歉，你不一定加得到哦。政府应该要把所有的业务社工全部加薪，别说带动民间社福单位社工的薪资，社福单位是做专业的服务，不是卖东西，不会有赚钱的机会。那有什么多出来的钱可以加薪？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最近各单位都有收到卫福部的公文，是指要加薪这件事情，大家有很 happy 吗？大家有加到薪水吗？哪一些人的薪水明年有薪资异动呢？报章杂志这么说，为了提升第一线社工人员的能量，改善社工薪资，卫福部社救司昨日12日宣布，行政院已拍板，明年2024年起调高接受政府补助的民间单位社工薪资，调涨 8.16%， 未来将比照军公教调幅，约有1万人受惠。大家开心吗？安德鲁社工师不开心，有很多非营利组织的主事者会很担心，政府加社工的薪水这件事对吗？政府调整委托款是正确的事，因为委托的工作本来就是政府你自己应该要做的事，你用一个很低价的费用请别人帮你工作，只有非营利组织会为了理想忍受政府不道德的给付条件，还要非营利组织自筹一定的钱，帮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有一个工程的标案是这样，来竞标的人需要自付总工程款的 30%， 而且还要自负盈亏，这样的工程有人要标吗？社福机构的案子常常是这样，今年儿少要办一个怎样的活动，你写了一个方案去申请，核定10万，机构要另外自付2万元的自筹款，也就是说你要做出12万的账来核销，要厂商倒贴2万，而这10万元机构1毛都没有剩余，还要倒贴。政府只有政策性方案是不用自筹，也不是所有的方案都有人事费的补助。政府讲得很好听，其实常年的压榨非营利组织，政府调整方案的人事费后，对于非营利组织是个毁灭性的危机。第一，会造成非政府补助方案的社福组织倒闭潮。非营利组织不只有社工而已，非营利组织有人资、总务、财务等行政人员，他们的薪水从哪里来呢？因为组织的使命没有接政府的方案，社工人留不住，只好关门大吉。第二，不是所有法定服务政府都有付钱，很多人很高兴要加薪了，很抱歉，你不一定加得到哦。怎么说呢？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是以方案养社工人力，例如申请了一个个管案，政府补助3个社工人力，但是业务量太大了，好一点的县市政府会依服务量增加补助的人力，但是多半的县市政府没有这么好，所以非营利组织就要想一个方法，就是我再写一个 A 案子，
跟某基金会申请一个社工人力。这个社工人力呢，80%做个管案，另外20%做 A 案子的工作。这样 A 案子的社工就加不到卫福部的钱哦，要不然机构就要倒贴钱给 A 社工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能加得到钱。我知道某一个单位也是这样，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获得一个正职的工作，不想要一个专案缺的工作。这个案子是这样子，目前这个案子有3个人力，第一个是组长，第二个是资深社工，第3个人是蔡社工。前面2位都是正职医院自付薪水，这个专案政府只有补助1个人力经费。想也知道，那就是最菜的人是专案缺咯。如果要加薪，结果是最菜的薪水比资深的高，是怎样呢？这样合理吗？第3，缺工永远缺工。我们家已经1年多，人力补不满，还有人离职，真的是很无言。因为其他单位钱多，假日晚上不用值班，工作都是一样忙，谁要钱少的工作呢？下班又不能真正下班的工作呢？为什么要去指标型的医院工作？在一些救护车都不想进去的医院工作就好啦，没有什么病人，也没有什么业务，薪水都大同小异下，谁会想去累死人的地方工作呢？这就是现代的人的想法。政府前面加薪至34916的时候，医院已经都走掉一批人了，目前仍然会持续的缺人中。全国医院即将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，就是医院社工的人力荒。安社工认为，过去政府压榨方案补助的社工，现在将薪资水平补回来的同时，应该要一并的把其他没有补助到的社工一并补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基金会经营很辛苦，没有拿政府的钱，还做得非常不错。政府加薪后，社工都跑了，基金会就无法经营下去。结果原本的服务个案怎么了呢？最后不是政府自己要处理吗？在医院也是一样，因为医院有社工，需要医疗服务的时候，医务社工会给予协助。绝大部分的医疗欠费，医务社工都处理了，没有人去县市政府哭穷，政府的财政也不会吃紧，这些事情都没有拿政府的1毛钱。而且不少医院社工晚上急诊有保护案的时候还要出勤，政府又没有方案可以申请这方面的费用，政府一脸觉得这是你医院理所当然的。那以后医院急诊室遇到保护性个案，直接叫县府的社工出勤就好了。所以安社工呼吁，政府应该要把所有的业务社工全部加薪，别说带动民间社福单位社工的薪资，社福单位是做专业的服务，不是卖东西，不会有赚钱的机会。那有什么多出来的钱可以加薪？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要调高薪水，就要全面补助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